想象一下这个极其残酷但又无比真实的场景，你和我现在正站在一场狂热的淘金热中心，周围所有人的眼睛都是红的，每个人都在疯狂地往山上跑，因为听说山顶挖出了狗头金。为了不错过这场泼天的富贵，你倾家荡产买了一张被吹得神乎其神的藏宝图，又花高价买了一把最锋利的铁镐。你起早贪黑，风餐露宿，每一天都在研究金矿的走向。可是3年过去了，你不仅没有挖到一块金子，反而因为体力透支和债务缠身，彻底破产了。而这个时候，你一回头，发现真正成了亿万富翁的，根本不是那些在山上挥汗如雨的挖金客，而是那个坐在山脚下啥也不干，每天只负责向你们兜售铁镐、地图，甚至只是卖一桶白开水的胖老板。这就是每天都在真实上演的美股屠宰场。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现实，扪心自问一下，为什么你明明买的是全人类最顶级的资产，买的是改变世界的美股科技巨头，但你的账户却总是在亏损？每次大盘创新高的时候，你的收益率总是跑不赢指数，而每次大盘暴跌的时候，你的账户却像是脱缰的野马一样，跌得比谁都惨。你每天晚上熬夜看财报，盯着鲍威尔讲话的每一个微表情，关注着非农就业数据的每一个小数点，结果却换来了一身焦虑和不断缩水的本金。今天这期视频，我绝对不会给你灌任何一口毫无营养的心灵鸡汤，我也不会给你推荐任何一支所谓能让你一夜暴富的神秘代码。我要做的事情极其残忍，那就是把华尔街用来收割你、榨干你，让你倾家荡产的底层底牌，一张一张的掀开给你看。只要你看懂了华尔街那个卖水桶的真实故事，并且学会我今天在最后教给你的这套极度反人性的懒人定投法，我敢保证，这绝对是你这辈子在投资市场上最能保命，也最能让你实现阶层跨越的一期内容。准备好接受认知的颠覆了吗？我们直接切入核心。我们先来看看就在刚刚过去的2026年3月份，美股市场上爆发的那场让人瞠目结舌的世纪大屠杀。只要你是最近1个月还在看盘的人，绝对听说过那只名叫维希克斯的基金。就在几周前，这只打着让普通散户也能投资未上市顶级独角兽旗号的基金，在纽交所敲钟上市，开盘价31块多。随后的剧情简直就像是好莱坞的科幻烂片一样，无数患了错失恐惧症的散户像丧尸一样疯狂涌入，硬生生把股价在短短几个交易日内推高到了575美元，涨幅超过了惊人的 1700%。 那时候你在各大论坛、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全都是散户晒单狂欢的截图，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都觉得美股就是一个无限提款机。但是残酷的现实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那么几天。3月26日，这只股票毫无征兆地掉头向下，单日暴跌 50%， 紧接着第二天再暴跌 33%，2天时间从云端直接坠入地狱。那些在500美元高位加杠杆冲进去的散户，连一声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账户就已经灰飞烟灭。我知道很多人现在会问，这不就是一场普通的股市泡沫破裂吗？这和我买正经股票亏钱有什么关系？你可能觉得这只是极端案例，但事实是，这场闹剧完美地浓缩了散户被绞杀的全部逻辑。仔细看看这份带血的招股书和交易数据吧，在这场狂欢中，超过 90% 的筹码都在散户手里，传统的大型风投机构根本就不在里面陪你们玩。那么在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里，谁赚走了最确定的钱？答案是提供交易通道的券商，是提供数据接口的市场做市商，是那家名叫罗宾汉的散户大本营。我们看看华尔街的顶级投行最近是怎么给罗宾汉这家券商做估值的。2026年至今，各大机构都在疯狂上调罗宾汉的目标价，有的看高到145美元，有的看高到155美元。为什么？因为在华尔街眼里，罗宾汉根本不是在炒股，他们是在卖水桶。无论你们这些散户在维希克斯这只妖股上是赚了 1000%还是亏了 80%， 只要你们在疯狂交易，只要你们的情绪在暴走，罗宾汉就能通过订单流支付和高频的交易手续费赚得盆满钵满。这就是我要你必须明白的第一层真相。去菜市场买苹果的时候，卖苹果的摊贩每天都在提心吊胆，担心苹果烂了，担心今天下雨没人来买，担心进价贵了卖不出去。而菜市场的管理处主任呢，他每天叼着烟在办公室里喝茶，不管苹果是涨到10块钱一斤还是跌到1毛钱一斤，他每个月收的摊位费1分都不会少。你在这场美股游戏里一直以为自己是那个可以低买高卖赚差价的聪明摊贩，
但华尔街永远都在做那个收摊位费的市场主任。接下来才是更值得高度警惕的一点。很多朋友会觉得，既然投机炒作会亏钱，那我买入微软、苹果、英伟达这些全世界最好的公司，我长期持有，总该赚钱了吧？但事实的巴掌往往打得更响。各大券商的后台数据无情地揭示了一个血淋淋的真相，即使是在过去10年，这轮波澜壮阔的美股大牛市里，绝大多数散户依然是亏钱的。为什么？因为华尔街早就把人性的弱点研究透了。他们不仅在卖水桶，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往你的水桶里投毒。这种毒药的名字就叫做情绪波动。你以为你的交易决策是基于理性的财务分析吗？根本不是。当你看到英伟达的股价连续拉升3个月，每天都有人在群里炫耀自己买豪车买名表的时候，你的大脑深处会分泌出极度渴望的神经递质。这种生理上的焦虑会逼着你在最高点按下买入键。而当市场出现回调，当你看到账户里红彤彤的亏损数字，当你看到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财经媒体用惊悚的标题写着经济大衰退即将到来时，你的杏仁核会拉响疯狂的警报。恐惧感会彻底接管你的理智，逼着你在最底部的血泊中割肉离场。华尔街的财富绝对不是靠精准预测明天的大盘点位创造出来的，而是靠着系统性的利用你们这些散户的生物学缺陷，一波又一波的进行收割而积累起来的。他们利用媒体制造恐慌，利用波动制造贪婪。你以为你在对抗市场，其实你只是在对抗你自己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动物本能。而在这场人性的降维打击中，你没有任何胜算。先把注意力拉回来。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感到绝望。难道普通人进入美股就注定只能成为被端上餐桌的鱼肉吗？当然不是。既然我们已经看透了华尔街稳赚不赔的底牌是做那个卖水人，是做那个卖水桶的平台，那么我们作为普通散户，怎么才能把这套吸血的模式反转过来，变成我们自己手里的核武器呢？仔细听好接下来的逻辑，这是整期视频最核心的财富密码。既然我们没有资格去开一家交易所，也没有几百亿的资金去做事，我们就必须从资产配置的底层逻辑上，把自己变成一个虚拟的卖水桶的人。这套方法就是被无数聪明资金验证过，却被绝大多数散户嗤之以鼻的懒人定投法。请注意，我这里说的定投，绝对不是让你每个月闭着眼睛随便买点烂股票，而是一套拥有极其严密数学逻辑和心理防御机制的系统工程。让我们沿着资金流向的暗网，来彻底推演一下这套策略的无敌之处。在这场零和博弈甚至复合博弈里，我们来看看资金到底是怎么流转的。那个每天盯盘的淘金客，也就是普通的散户，他们承担了100%的市场风险，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暴露在不可预知的暴雷中。当大盘大跌的时候，他们的资金变成了割肉的血水，流向了做空机构。当大盘大涨的时候，他们的资金变成了追高的燃料，流向了提前埋伏好的内幕交易者。而在他们频繁买卖的过程中，大量的摩擦成本作为手续费，流向了提供铲子和水桶的券商以及做市商。这就是一条残酷的食物链。那么懒人定投法为什么能让你直接跳出这条食物链，做到牌桌的另一边呢？核心逻辑在于，定投彻底剥离了时间择时这个最大的毒药。你不再去猜明天是涨是跌，你不再关心下个月美联储到底是降息还是加息，你直接买入代表国运和人类科技最前沿的宽基指数基金，比如标普500。你的资金不再是参与击鼓传花的筹码，而是变成了投资整个系统不断向前发展的股权。当市场极度狂热，所有人都在往里冲的时候，你只买你固定份额的那一点点，绝不追加杠杆，这就完美避开了高位接盘的绝大部分风险。而当市场遭遇黑天鹅，比如突发的战争、流行病或者是金融海啸，所有人都在夺路而逃，那些带血的筹码被无情地抛售到地板价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懒人定投法真正崭露獠牙的恐怖时刻。因为你每个月设定的固定投入资金，在这个时候能够买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份额。平时100块钱只能买1个水桶，现在大恐慌来了，100块钱能买3个、5个水桶。你根本不需要像那些抄底客一样去猜测底部在哪里，只要市场在低位徘徊一天，你就多捡一天的便宜筹码。你在利用别人的恐慌，你在收集那些被打骨折的核心资产。你没有做市商的服务器，但你的定投策略实际上就在执行和做市商一样低位吸筹、平滑成本的动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懒人定投法是一套能救命的策略。它救的不是你那几次糟糕的选股操作，它救的是你容易失控的人性。
当暴跌来临的时候，盯着账户单笔重仓的人看到的是世界末日，满脑子想的都是要不要跳楼；而执行严格定投纪律的人看到的是史诗级的打折促销，满脑子想的都是感谢华尔街这帮傻瓜把这么好的资产砸下来送给我。你看到了吗？同样是面对下跌，心态的转变就是财富转移的分水岭。这不仅仅是资金层面的防御，更是心理层面的降维打击。我太知道你们现在的状态了，很多看我视频的观众过去2-3年里在股市里受尽了折磨。你可能在高位买过芯片股，腰斩的时候割了肉；你可能听信了某个大 V 的推荐，买了一堆不知名的中小盘股，现在还在遥遥无期的解套路上苦苦挣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账户里那触目惊心的亏损，那种自我怀疑，那种对家庭的愧疚感，真的会像毒蛇一样啃噬你的内心。但是今天，我要求你立刻停止这种内耗，抬起头来。如果你曾经亏过钱，请你把那些亏损的数字当成是你认知升级必须交的门票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暴富是轻而易举的。华尔街收了你的学费，现在是你用这套卖水桶的底层逻辑把钱连本带利拿回来的时候了。短期的阵痛不过是你走向真正成熟投资者的入场费罢了。从今天开始，忘掉那些让你心惊肉跳的短期波动，抛弃那些一夜暴富的幻想，拥抱最简单、最枯燥但也最不可战胜的懒人定投法。让时间成为你最忠诚的盟友，让复利在这个庞大的资本机器里为你日夜打工。当你不再和人性对抗，而是顺应市场的周期法则时，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市场上赚钱根本没有那么难。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彻底击碎了你过去的投资幻觉，并且帮你重新建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财富系统，我要求你现在立刻点击订阅我的频道，给这期视频点一个大大的赞，并且务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永远不会错过我下一次对资本市场的无情拆解。最后，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现在最关注的是哪一个市场变量，或者写下你从今天开始执行定投的投资承诺，我会持续帮你整理。我们下期见。